台湾地区当局为乌克兰提供800架无人轰炸机，这种武器真的管用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千少。近日，记录世界军事装备使用的网站 ORYX 公开了一则消息，他说，中国台湾省的成森国际有限公司向波兰供应了左轮手枪860无人4轴轰炸机，然后呢，再从那里运入乌克兰。文章指出，尽管台湾地区当局没有得到乌克兰的正式承认，但台湾地区的大部分援助支持是通过个人和公司完成的。成森国际有限公司表示，的确向波兰的客户发送了无人机，但由于签署了保密协议，无权讨论无人机的最终去向。该公司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波兰确实有采购无人机的买家，他只透露买家来自波兰。之后，这些无人机有可能送到乌克兰参与作战，应该已经有参加战斗了。左轮手枪860无人4轴轰炸机重42公斤，据称，这款左轮手枪860无人4轴轰炸机重42公斤，能携带8个60毫米口径的地雷或者同类口径的迫击炮弹，最长飞行时间为25到40分钟。该航空器装有8个两对转的螺旋桨。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总共有800架此型无人机被送到了乌克兰军队手上。如果说台湾地区的这家公司向乌克兰提供军火，背后没有台湾地区当局的支持的话，估计都没有人会相信。那么，台湾地区当局为何向乌克兰提供左轮手枪860无人机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让乌克兰去试验使用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等于为台军以后对付解放军做实验。在乌克兰战场上，4旋翼无人机的使用非常普遍。像这种载重能力达到20公斤以上的大型多旋翼无人机还是比较少见的。由于该机可以携带数枚迫击炮弹，的确会给俄军的作战带来较为严重的威胁。如果真的有800架这样的无人机，很可能会给俄军带来比较大的麻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款大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在战场上真的好用吗？首先，这个报道里讲，这款多旋翼的无人机被称为无人轰炸机，这恐怕言过其实了。带几枚榴弹就能称为无人轰炸机吗？那中国大陆这样的产品可就多了去了。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被称为无人轰炸机，首先它的起飞重量会很大，航程会很远，载弹量起码你也要达到2吨以上的水平，你才好意思称为无人轰炸机。而这款重量只有几十公斤，载弹量只有20公斤的多旋翼无人机就敢称为无人轰炸机，简直就是个笑话。而且从报道情况看，它的留空时间只有25分钟到40分钟，活动半径20公里，这样一个携带武器的平台，真的能够对俄军构成严重威胁吗？首先，它的活动半径就太小，20公里还没有火炮的射程远，那么对俄军的炮兵阵地几乎无法构成威胁。何况它的飞行速度非常低，目标呢又相对比较大，使用一些轻小型的防空武器系统就足以对它实施拦截。在军用无人机市场上，这种平台可以说是属于轻小型之列。台军企图依靠这么一款活动半径只有20来公里的无人驾驶平台，就对我军的登陆部队构成威胁，这恐怕是痴人说梦了。这样的武器系统顶多相当于大陆解放军班级所使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因此，在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下，这种多旋翼的能够携带炸弹的无人机可以说有点用处，但是用处不大。尤其是面对在军用无人机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解放军，不管台湾地区研制了这款能够携带炸弹的多旋翼无人机，它在
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用于对付解放军，恐怕只能是螳臂挡车。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